2027打台灣，因為美伊戰爭，因為各種國際戰略的因素的變化，使得中共打台灣的戰略窗口已經關閉了一半了。但是他會利用台灣內部的在地協力者，重新把這個被關了一半的這個戰略窗口重新把它打開。這個事實已經發生。我再講一遍，這個事實已經發生。為什麼呢？因為我們的那個國防特別預算本身，它是一個系統性的軍購，不是單項的一個軍購。所以被砍掉了這個到達7800億，幾乎等於就是說砍斷了手腳了啊！你只能夠走路，但是你沒有辦法搏擊，你沒有辦法運動等等的。現在還有人講說，其實零軍購啊，他主張零軍購嘛。對對，馬文君，馬文君好，這個話的意思荒謬到什麼程度呢？還有一個什麼北一女的老師嘛哈，對，講說只要我說中國人和平就會到來，這個話的荒謬性在於就是說，只要我說我愛你，你就會嫁給我。不是一樣的荒謬嘛？他迂回的在台灣重新開一個窗口，就是在台灣培養他的紅色代理人。這些紅色代理人講白了就是等於國民黨。所以我今天寫了一篇文章，我說鄭麗文就是台版的王滬寧，他就是仿照王滬寧的以美國反對美國，來在台灣製造以台灣反對台灣，以及明目張膽的是我要零軍購。或者是3800億加 N 這樣的一個做法本身，意思就是要從內部癱瘓台灣的國防的這個實力。對。對台灣人來講，我們最關心的問題當然是一個台海安全的問題。而台海安全的問題，我們看到美國曾經提過說，2027年是中國準備好要打台灣的最佳時刻，因為到了2027年的時候，他們的東風飛彈這個短中長程已經具備了，他們現在也有了航空母艦，他們可以包圍台灣，他們可以封鎖台灣。2027年之後是台灣最危險的時刻，但沒有想到，經過了一個俄烏戰爭，經過了一個委內瑞拉戰爭，經過一個伊朗的戰爭，中國才發現說，哦，原來他們跟美國的實力差距居然那麼大，而且美國早就針對中國你的反拒止、中國的 A2AD、你中國所有的反封鎖的狀況，美國也有一套的研究，也有一套的策略，而這一套的策略在委內瑞拉戰爭、在伊朗的戰爭裡面都已經呈現出來了，所以中國現在要用武力拿下台灣，這個機會之窗看起來是越來越小。那中國怎麼辦呢？中國會放棄嗎？中國當然不會放棄。所以就看到台灣現在出現了一些怪現象。過去台灣我們要武器，我們都拜託說，只要有武器，我們台灣就要想盡辦法買到。可是現在出現的狀況是，美國願意買你，美國不但願意賣給你武器，美國還要把 know-how 交給你，還要把關鍵技術交給你，還要幫你發展你的所謂的無人機的產業鏈。可是我沒有想到，中國國民黨居然全力的拒絕，甚至連馬文君還講，如果他可以做主的話，他根本就是零元，他1毛錢都不要花。他為什麼要講這句話？現在非常清楚，就是現在習近平看起來他要用武力直接跟美國對抗，要拿下台灣，看起來是不可能的。那習近平只剩下一條路，他要在台灣策反，他要在敵人的內部開始瓦解。而現在在敵人內部瓦解的狀況其實已經開始發生了。為什麼我們就開始警覺？為什麼我們要開始警告？因為這才是台灣危險的地方。台灣的安全不是你喊和平就可以解決的。如果我們就看着這些內部瓦解的事情活生生的上演，一步一步的順着習近平的劇本在台灣上演的話，那對台灣來講才是一個最大的危機。那談到這邊，我們要特別邀請了政大國關中心的資深研究員宋國琛宋老師來參與我們的討論。宋老師你好。寶傑兄你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好，宋老師，我們剛剛講的是說，本來我們以前都很擔心，說，2027年中國已經準備好了，中國的這個所謂的東風飛彈，中國的反拒止 A2AD， 甚至他們的現在的航空母艦，甚至他們已經可以有這個甲板起飛的能力，哇，它可以封鎖台灣了，甚至還有這個所謂的潛水艇，這個對台灣來講是一個危機的時刻。可是經過剛剛講的，經過了3次戰爭，俄烏戰爭、委內瑞拉戰爭跟伊朗戰爭之後，才發現這個差距非常大。如果你要單純用武力拿下台灣，中國其實是論斤稱兩，它的幾率越來越低。所以您就特別提到了，現在中國的另外一種做法，他是要用台灣反對台灣，他現在用台灣把王滬寧那一套，王滬寧以前曾經寫過美國反對美國，現在他要台灣反對台灣，他要在台灣的內部瓦解。您為什麼最近不斷的高聲疾呼，不斷的寫文章，不斷的提醒，就是說您看到一個台灣最大的危機在台灣內部發生了。好的，我先說明一下2027打台灣這個論述是怎麼來的。
首先就是戴維斯他說，這個2027，習近平要求他的軍隊準備好打台灣的實力或者是能力都可以啊。但是習近平要求準備好，並不表示軍隊就能夠準備好，否則的話，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這個所謂的軍隊的清洗包括魏鳳和跟李尚福最近被判死緩這個事情啊。所以這個說法本身的另外含義就是說是警告台灣，在2027年之前你要準備好。換句話說，我戴維斯講這個話，到2027年這段時間是你台灣的戰略窗口，備戰期，備戰期是你的機會窗口。如果進一步的演繹的話，就是如果台灣不準備好這樣的一個機會窗口的話，那2027可能就是一個危險時刻的到來啊。但是這樣的2027打台灣的論述，其實在最近的這個情勢當中，已經被某種程度的推翻或者是否定。為什麼？因為馬杜羅半夜被抓到美國去還有這個美國打伊朗嘛，就摧枯拉朽的打了然後俄烏戰爭，我們看起來現在這個普丁俄羅斯已經到達了這強弩之末，已經接近戰敗的一個地步。這個3個事實都呈現出一個事實：中國打不過美國。因為中國如果打台灣等於打美國的話，那中國會在攻台這件事情當中徹底的失敗。我們先姑且不論也許有時間我們再講內部的因素是不是能夠支撐這樣的一個高強度、高耗損的一個對台戰爭。那麼，即便是從整個國際戰略形勢來講的話，2027打台灣這點論述已經受到了動搖。但是注意2027打台灣這樣的一個論述雖然受到了動搖，但是中共也會採取迂回的戰略。這個迂回的戰略就是說，我正面打台灣打不贏，對，那如果你內部本身自我引爆的話，那就是所謂我講的以台灣反對台灣啊。所以現在就是說，2027打台灣，因為美伊戰爭，因為各種國際戰略的因素的變化，使得中共打台灣的戰略窗口已經關掉了一半了，但是他會利用台灣內部的在地協力者，重新把這個被關了一半的這個戰略窗口重新把它打開。這個事實已經發生，我再講一遍，這個事實已經發生。為什麼呢？因為我們的那一個國防特別預算本身，它是一個系統性的軍購，不是單項的一個軍購，所以被砍掉了這個到達7800億，幾乎等於就是說砍斷了手腳了你只能夠走路，但是你沒有辦法搏擊，你沒有辦法運動等等的。所以這樣的一個窗口，坦白講，又慢慢重新再打開。因此我認為2027打台灣這樣一個論述未必能夠成立。但是我要強調，2027到2030，絕對是台灣最危險的時刻所以總和來講，2027打台灣這樣的論述，雖然說不一定能夠成立，但是它並沒有消滅。為什麼？因為中共併吞台灣的這個意志永遠不會消滅的，所以他沒有能力，跟他願不願意打台灣是兩回事。可是蔡英文在講說我要和平和平不用戰爭既然是和平了，就不需要再花這麼多軍費啦。和平的獲得就是要花軍費因為沒有一個國家說我完全沒有國防，我沒有軍隊，我沒有軍費然後永遠萬事太平，沒有這樣一個歷史，我未來也不會再發生所以有些人現在還有人講說其實零軍購他主張零軍購嘛。對，馬文君，馬文君這個話的意思荒謬到什麼程度呢？還有一個什麼北一女的老師嘛對，講說只要我說中國人和平就會到來。這個話的荒謬性在於就是說，只要我說我愛你，你就會嫁給我不是一樣的荒謬嘛所以這一次砍到7800億嘛我覺得對於國民黨來講這個叫自掘墳墓了。為什麼？你既討好不了習近平，也讓美國不高興了。習近平絕對是零軍購為什麼會有政協會把他拉到密室裡面去談？那習近平是絕對明白的下令說，這個一毛不給。鄭主席請你務必要把這個你們台灣的軍購全部要擋掉，全部擋掉就等於零軍購。可是呢，後來還是妥協出了一個7800億嘛不管你是妥協還是怎麼樣做，總是讓距離習近平的零軍購有很大的一個距離。第二個，因為得罪美國呀，因為美國的底線是8000億嘛，雖然是少了200億，還是沒有達標嘛。所以國民黨的愚蠢就在於說，他既想討好習近平，又得罪了習近平，然後既想這個不要太過於表現這個反美這個態度，可是實際上呢，又達到了這樣激怒美國這樣的一個效果。
就首鼠兩端，首鼠两端，两面不是人。好，那今天要說，因为您在研究中国政策，您对中国的这個發展非常清楚。你說其實現在他不能打台灣，除了我們看到那3場戰爭，俄烏戰爭、委內瑞拉戰爭跟伊朗的戰爭，代表反映出中美之間實力那個巨大的差距之外，你說中國的內部其實也因為資源分配，也因為中美的大對抗，造成它內部的萎縮，它造成它內部很多的問題。你舉了幾個重點，第一個重點剛剛講的是年輕人的躺平，第二個是他的這個所謂的軍頭的之間的一個貪腐，這更不能打仗。第三個就是講他的這個利息差，也就是他的財政困難非常嚴重，也就是你的年輕人躺平了，你的軍頭貪污，你的整個財政有問題，這個根本不可能符合一個大國想要發動戰爭的基本原則。那我看了以後非常驚訝的說，中國現在年輕人躺平的問題有這麼嚴重，嚴重到中國說那已經是中國的國安問題了。對，我先講就是說，為什麼這樣？中共這個打台灣這個機會窗口已經關了一半嘛，哈，5個因素，我簡單快速的來講，台海戰爭啊，從這個港口出發，渡海，然後這個搶灘登陸，最後佔領台灣4部曲，這是一個高烈度、高內耗的一個戰爭啊。這種戰爭除了你武器要好之外，要有很多人願意犧牲哦。你願意犧牲？那俄羅斯武器也很棒呀，全球第2大的軍事這個強國呀。為什麼打烏克蘭打到現在？為什麼？因為他們的軍人沒有像烏克蘭那樣，烏克蘭軍人願意犧牲呢？這是第一點。對。第二點的話就是說，你剛剛講，我們接下來講青年躺平的問題嘛。躺平是什麼東西呢？我的這一生不願意當做你黨國榨取機器的這個韭菜或者是燃料。我不願意內捲，對啊。另外一個就是說，是我拒絕接受你黨國給我的那種所謂的大敘事，什麼中國夢啊，什麼東升西降一大堆這種東西。這2個東西呢，讓中國的年輕人在國內就已經奄奄一息了。對，你要他上戰場，請問他有什麼戰鬥意志嗎？可是宋老師，他的躺平不就年輕人？我不敢用台灣話就擺爛嗎？跟你說這個擺爛背後有這麼多的意義。這個你說中國的躺平，也我們台灣人講的擺爛。它是一個對社會的抗議，是我完全不接受你的遊戲規則。對，所以中國才會對這件事情這麼的反彈這麼強烈。對，所以他們國安部會警告的原因，就是因為青年躺平，國安部都介入了。對，國安部，而且他們的官媒也是，等於就是說這個火力全開，抨擊年輕人好吃懶做嘛，所以這為什麼會這麼樣的強烈的批判？為什麼青年躺平已經構成中共的國安危機？對，為什麼？因為這個躺平本身變成是中共自己本身它的一個內腐的現象吧。為什麼叫內腐呢？那邊內部腐敗。內部腐敗為什麼？因為你想想看，年輕人不結婚不生子，然後不消費不買車不買房，6不主義的話，那你這個社會還有什麼消費的動力嘛？這是第一點。第二點，青年人本身講得很明白啊，你說你的這個大事續大事，我怎麼樣過我自己本身最低慾望的生活？坦白講，你是火星，我是木星啊。我們在不同的一個平行的星球裡面啊，那麼第三個，青年人其實也不願意躺平，但是他們是心不甘情不願的，是對一種社會的一種，我覺得是絕望啊，一種絕望啊，所以這個絕望本身反映出來就是我不跟你合作啊，這個叫不合作的革命，然後我也不抗爭，那我就是一種沉默的一個表態或者沉默的這個革命，這些東西比武裝革命還要厲害。武裝暴動我可以鎮壓，對，我躺在家裡面，請問你怎麼鎮壓我？對所以你可以去鎮壓一個異議分子，但是你沒有辦法讓年輕人怎麼樣死灰復燃嘛？心靈的這個喚醒要比物理的鎮壓還要來得困難嘛？所以這個就是從青年躺平，為什麼他們以前國安部不會關心這個事情？對，而且他還說是外國勢力介入，是外國勢力煽動。可是宋老師，你講到我非常驚訝的是，他中國的內部的躺平的問題真的那麼嚴重嗎？真的對中國來講已經傷筋動骨了嗎？我們知道中國以前有個叫做學雷鋒，所有事情都要身先士卒，都要這個馬首，這個等於說都要這個搶第一，我要想搶單。你說這種東西在年輕人上面已經完全沒有了，沒有了，基本上就很大比例是沒有的啊。你剛剛講學雷鋒要樹新風嘛，對。那習近平也一直在講說，青年人要敢於擔當或者勇於擔當。那年輕人的回應就是說，對不起，我承擔不起啊。所以這個就是跟反雷鋒的這個精神，在年輕人非常的一個普遍啊。那麼另外一個就是說，你也不要以為說他們叫擺爛而已啊。
我是有尊嚴的躺平。為什麼？我躺平叫橫着站立啊，橫着站立啊，或者說我躺平，我不完全躺，我就45度就好了啊。如果再厲害，我60度啊，如果有必要，我稍微這個15度就好了。但是無論如何，我拒絕作為你黨國機器本身的廉價的燃料，我拒絕當那一種韭菜讓你任意的宰割。對啊，所以為什麼它叫國安的問題啊？你可以想想看，什麼叫年輕世代？我們以前講說，青年是國家未來的棟梁嘛。那這個棟梁本身都已經攤下去了，那國家還有什麼未來？這第一點。第二點，這些青年人是生產跟消費的主力啊。你這個躺平當然沒有辦法生產嘛，沒有辦法生產，你當然就沒有辦法消費。如果說整個社會都彌漫在一種不生產不消費的情況之下，經濟就不會有救。對啊，最後一個，以前中共本身之所以能夠降服大陸的人民，我們在學術上來講叫做這個績效性合法啊，績效性的合法性。就是說我餵飽你的肚子，但是請你放棄你的權利，這個叫做 performance legitimacy 啊。但是現在怎麼樣？我對物質沒有什麼需求啊。以前我的吃飽呢，可能是吃2個槓子頭，現在我的吃飽可能吃半碗的這個方便麵就好了。所以物質慾望的降低，我願意承受用最低的慾望來維持我的生存，那就意味着怎麼樣？意味着我已經不去再去相信你那個所謂的績效的合法性。對啊。所以你讓我吃飽，我放棄我的權利啊！我現在我怎麼樣？我不吃飽，我也一樣怎麼樣？要主張我的權利，什麼權利呢？不合作革命，消極抵抗的一個權利啊！所以不要以為說躺平其實是年輕人他心不甘情不願的，對於整個經濟跟體制的絕望，然後採取一種坦白講是自我安慰、自我救贖的哲學。因為我如果我不躺平的話，我沒有辦法支撐我的一個心理的狀態吧？我難以支撐啊！所以他這個叫做我稱之叫自我救贖的哲學，或者叫做安身立命的自保的哲學。人家講的不生產、不消費、不結婚、不買房、不做等於說不做任何的這個資產的投資。對，這個現在在中國非常嚴重吧？根據統計的話，大概有幾億的人口啊，因為他們現在就看一個數字，2億的人開始在躺平。對啊，有2億2千萬以上啊。當然，也許有些人他從事一些外賣啊。或者是開網約車啊等等的，可以謀得一點這個工資等等，甚至有人做一些所謂的那個虛擬的這種什麼情感經濟啊，我扮演你的這個情感的這個伴侶啊，或者是說我給你一個空間，這個空間是你把你所有的秘密傾訴出來，我幫你保密這個叫做虛擬樹洞啊，就是那個樹的那個洞讓你情緒有一個發洩，但是又能夠守住這個秘密等等。各種千奇百怪的所謂的情感經濟，反映出的是什麼東西？整個年輕人本身原子化，對原子化。可是他又不願意徹底的孤獨啊。前一陣子有一個大陸的軟體叫做"你死了嗎"你死了嗎？真假有這種軟體？就有這種軟體。你死了嗎？這種軟體意思就是說，你只要繳8塊錢的人民幣，那麼你如果說你已經不行了那麼你只要按一個鍵，我們就會通知你說，那你死掉了或者是說，也許我們給你一種協助這個叫你死了嗎？這個看起來好像是很溫馨，其實是非常冷酷的。為什麼？整個家庭的輔助的系統、社會的救濟的系統，對完全失效乃至於朋友圈的這種相互扶持的這個力量也失效。叫做電子救命儀器。對這是反映这個整個社會很畸形化的一個狀態。這種現象本身可以寫一本博士論文非常的龐大所以從青年躺平，我覺得它不僅僅是國安危機、政權合法性的危機，同時也是經濟衰敗的一個危機。所以為什麼他的國安部會出來這樣大吼大叫那這事態已經真的是非常嚴重。2億多的這個人口，完全就是當做老鼠人了。就我白天睡覺晚上出來滑手機，躺在沙發上滑手機，然後我每天就吃怎麼樣？吃一片吐司或者是半碗的這個方便麵度日子。我們講說哀莫大於心死，我乾脆心死我就沒有悲哀了嘛。是用這樣的，所以中國現在年輕人這麼誇張？對，你可以看到很多那種街頭這個訪問他們就是說非常的絕望，但是又心不甘情不願的絕望。他們想奮鬥，但是奮鬥沒有用；他們也想努力，那努力沒有用，因為一切都不能改變。所以面對一個絕望撲來的這樣的一個體制，青年人除了躲避自嘲
後退、撤退、隱藏自己之外，沒有第二條路選擇。所有這些隱藏、後退等等這些概括起來，就叫做躺平。所以你說他們連活下去都這麼辛苦了，更不可能說他為了這個偉大敘事就上戰場衝鋒。而且我們剛剛講，你要來打台灣，你至少要上數百萬人，要能夠渡海，否則你根本不可能拿下這個地方。至少要200萬啊，200萬以上啊。而且現在我敢這麼講哈，中共所擔心的不是在台海戰爭當中能不能打得贏的問題。而是說，在這個打台灣的過程當中，裡面槍口會不會倒轉過來對付我自己？所以前陣子有一個流行的諺語嘛，就打台海不如打中南海。哦，這話本身不是沒有含義的。打台海不如打中南海。對，就在解放軍裡面有這樣的一種心態啊。所以現在中共考慮的就是說，已經不是在估算說我能不能打得贏啊。是。我現在估算的時候，那個槍口是不是始終能夠一致對外？會不會槍口倒轉來面對我自己？對。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很吊詭的一個現象啊，對。好，那另外就是中國現在它的內部的問題，第一個它的青年躺平，那我覺得很驚訝的是，它是國安單位，它這甚至人民日報，它的整個解放軍報，全部都來痛批說這樣的現象，代表這個現象非常嚴重。第二個當然講說是它的軍方的高層，他最近呢，我們看到李尚福，還有魏鳳和兩個人都被判死緩。判死緩就是貪污。貪污現在外面傳的資料是說，他們居然把解放軍一些非常重要的參數，甚至把解放軍火箭軍很重要的原料的這些所謂的資料，去賣給了這個所謂的美國的這些公司。如果連他們兩個都是這樣的話，那不就代表說，中國現在軍方你很多重要武器的參數、很多的資料，早就已經被美國竊取了嗎？那你如果你的軍方高層是這個樣子，那你這個軍方高層又怎麼打仗呢？我認為習近平的軍隊清洗其實清出了3個集體心理狀態，哪3個呢？一個就是厭戰、避戰，最後是逃戰啊。否則不會這麼不斷的這個清洗啊。為什麼？因為這個集體的心理本身普遍的彌漫在中共的軍隊當中裡面，甚至有一些說法就是說，打仗是你習近平的事，安家立業是我當軍人的事，有這樣的一種說法啊。不過我們剛剛從李尚福跟魏鳳和這件事情，我們可以看出幾個事情啊。第一個，習近平不相信軍隊，甚至不相信他自己親自提拔出來的將領。同樣的，軍隊也不相信習近平，這叫互不信任啊。這是第一個。那麼第二個的話，就是說，由於這一些，你說像前一陣子的這個張又俠這個類型的，還有他們總參的這個參謀長。被拉下來，包括2個這一個國防部部長，這些事情都一系列的說明什麼東西呢？所有有專業專長的專業的軍官，而且是專業的高級軍官，只要你稍微對於我習近平有2心，你就會被我清洗掉。換句話說，專業主義被打下來了，上來的是什麼東西呢？政治正確，就是憲中派嘛，所以你幹掉了這一些將領，你要遞補啊。遞補上來了會是專業的嗎？不會，都是表忠的、表態的。所以叫海軍去管火箭軍。對，類似像這種情況啊。所以就習近平那個決策階層來講的話，他即便補上了一些政治憲中的這一些軍中的幹部，他所提報給習近平的訊息都是過濾過的、包裝過的、美化過或修飾過的，這就會造成習近平的戰略誤判。注意啊，戰略誤判在有些情況不嚴重。但是在獨裁者的體制裡面，獨裁者的這個戰略誤判，獨裁者的誤判才是最危險的事情。這是第2個啊。那麼第3個的話就是說，現在中共面臨的是整個全球對他的降維打擊了。所謂的降維打擊的意思就是說，不敢打。我們一開始我們講他不敢打啊。為什麼？因為這個社會軍隊的離心力貪腐那麼嚴重，青年躺平那麼嚴重，而且還包括官員躺平哦，企業家也躺平哦。所以躺平有3種啊，青年躺平、官員躺平，還有這個企業者躺平啊，離心力太大。所以我剛剛講，他們現在不是說考慮我會不會打贏台灣啊，考慮的就是在打台灣一出發的時候，槍口全部都倒轉到自己這邊來啊。那麼第2個就是打不贏啊。為什麼打不贏呢？基本上來講，我們剛剛已經講說，2027的這個攻台這個窗口，實際上已經被關掉了一半嘛啊。所以現在這個中共已經從國際形勢看出來，就是說我們差美國差太遠了。有人講說代差，一代之差嘛。那有些軍事專家講說，其實是1代半呢，一代還不夠，還再加個1/2啊。
所以在整個天下為中的這樣一個態勢之下，我認為特別是打台灣兩棲入侵呢，兩棲入侵。那麼這個在整個目前，你比如說像這個菲律賓的肩並肩這個作戰，所有的這個演習的這個項目集成訓練，對，集成你主攻的軍練，然後呢，台風系統是已經增程到1000公里以上等等，在這樣的態勢之下，中共現在已經面臨到一個技術被壓制的狀態，所以他即便有可以侵台的硬體的這樣的這個實力，但是呢，他的這個軟體的實力是不足的所以因此就是說不敢打。第二個，他也認為打不贏，所以2027馬上就到了嘛，當然我們料敵從寬了我們不應該認為說他絕對不會打，但是他真的要打台灣的話是難上加難。好，那在宋老師您的文章裡面還特別提到一個財政的問題，我們講到大炮一響，黃金萬兩，你打一個所謂的戰爭裡面，其實關鍵都在財源，對，都在你的所謂的後勤部隊這個部分。那關鍵來了，您特別提到一個是，中國現在有一個叫做所謂的淨息差，你要淨息差就是我銀行存的錢跟我貸款出去的一個錢，那個距離非常少，那代表什麼？代表我進來的錢根本就沒有人要貸出去了，对，我這個銀行根本不可能拿這個存款來去再生利息了，代表沒有人要投資了，沒有人要投資，代表這個國家的這個所謂的經濟的活力是一直在萎縮當中的。對，您剛剛講就是說那個銀行就是存貸差或者叫做淨利率差，一般銀行的淨利率差本身是大概是12%到13%，但是像中國的銀行普遍的平均的这個的存貸款的這個差異已經跌破了1.5%，意思就是說我貸給你的這個利息，對，跟你存購的這個利息本身有很嚴重的差距，資不抵債了所以這個就非常的危險。為什麼呢？因為在這樣一個情況之下，會出現2個最基本的問題：政府不讓人民領錢最近有很多存錢進去不可以隨時想領，不可以，就是你只要超過2000吧，2000人民幣，你就要去報備公安局，他們地方叫公安局銀行2手一攤，他說你這個領不出來你要領的話，你去跟公安局這個報備或者是說你如果領超過2萬塊錢，警察就盯上你，把你帶到派出所，先問一下你領2萬塊幹啥，是不是有跟境外敵對勢力勾結等等的，這就會怎麼樣？這會造成就是說人民本身會造成將來如果有問題嚴重的會發生擠兌的一個現象，或者是暴動的一個現象那麼另外的話就是你支撐軍費你要哪裡來嘛？我們一直在講2027會不會打台灣，或者是說27到30年台灣會不會打台灣等等的。你要戰爭有3個因素第一的話就是說，中共現在財政這麼樣的一個糟糕，而且所有的地方政府全部虧損，沒有一個地方政府是盈利的然後它這個整個平均的這個政府的這個債務本身已經達到了 GDP 的3倍以上，那是用兆來計算的那如果還要打仗怎麼辦？舉債打仗，印鈔打仗那麼而且必須用財政扭曲，意思就是說我社保、健保、醫保本身我要扣錢，把這些錢投注在這個戰爭這個經費上面。所以從這些種種因素來看的話，就是說中國面臨到這個經濟的3大危機，一個就是個體經濟就我們叫做個人經濟或者外賣經濟等等的另外就是它的金融的危機，最後就是它的這個整個財政面臨到一個崩潰的邊緣。在這些種種因素之下，我認為對於中共來講的話，應該是民不聊生而且是危機四伏。它的財政內部有這麼大的問題，非常大。大家覺得中國是一個很有錢的國家嗎？我想一個政府面臨到人民要領錢不讓你領的這個狀態，會是一個，所以他們要推出一個政策叫做多存款少貸款為什麼缺錢嘛？或者怎麼樣，乾脆只存不要貸只存不貸所以像一方面就是說他在各地開這種所謂的存款戶頭的一些存款點，讓人民很方便走2步就可以去存錢但是你要提錢的話，你可能要走幾十公里你才能夠領得到錢。這些都證明就是說財政處於一個枯竭的一個狀態。
我覺得財政是國家之本啊，財政一旦枯竭，什麼事兒都幹不了。不要說你打台灣，連你要穩定它內部的這一種穩定性，都可能是非常吃力的。那我們知道，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後呢，它快速崛起。它快速崛起，其實有一個關鍵，就是它的人口紅利。對，它的人口紅利，那為什麼美國就判斷說，其實對中國來講，它的機會之窗也到2030年？因為其實到了2030年之後，它的人口結構會出現一個很大的一個變化。逆轉，也就是說，它以前是人口紅利，可能現在呢會變成一個人口負債。那它現在可能過去呢是幾個人養一個老人，現在一個人要養好幾個老人。它對它那個內部的這個老化的狀況也會快速的，它就怎麼樣？它就變成了一個所謂的中產階級困境的那樣的一個狀況。對它的內部來講，而且現在出現一個叫爛尾蛙的這個專業術語。那個對他來講都是有很多的定時炸彈，可能在中國內部引爆，是嗎？對，現在中共面臨的就是3個中堅力量的垮台，一個是經濟上的中等收入陷阱，另外一個是企業界的一種叫做中產階級的塌陷，最後還有一個就是說，這個中間的這個選民吧，本身不再相信共產党，這個3大這個中間的一個塌陷啊。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內容，歡迎你抖內相挺，用一杯咖啡、一杯好茶的心意，支持團隊制作更好的精彩內容。而你的超級留言，我都會認真看的。那麼我們剛剛有提到，就是說中國現在他們叫靈活就業人口，其實就是失業人口啊，有多少？2.2億以上啊，其中光是送外賣啊，不包括這個開網約車等，光送外賣8000萬以上。這樣的一個人口本來是改革開放的人口紅利，現在已經逆轉成為人口負債。這個人口負債呢，一方面呢，可以被中共當成是一個廉價的一個韭菜。為什麼？因為靈活就業就沒有社保、醫保等等嘛。所以企業呢可以用低薪，然後也不用去支付它的這個社會保險啊。現在我們在台灣很多的企業的一個成本之一就是要幫員工保這個勞保嘛，省掉了。所以企業坦白講也很開心啊，這一件事情。另外，國家本身在社會安全體系當中呢，它可以少花一點錢，可以，所以這個政府也偷偷的在笑啊。但是不要忘記了，一刀有兩刃一刀有兩刃。我把這樣的一種隱藏的，我們講說這種不合作的革命，我把它稱之為 social volcano， 就是社會火山，它不斷的在內部膨脹，不斷的在升溫，不斷的在凝聚等等等。現在我覺得在中國年輕時代當中裡面，為什麼會躺平？現在很多的這一個躺平族跟傳統的農民工不一樣哦。農民工沒有知識，沒有水平，沒有文化，他們進城什麼硬活、髒活，他全部都願意幹。現在的躺平族有很多是大專業，甚至是有博碩士的。所以他們本身不跟農民工的那個感受不一樣。農民工就是說我吃苦，我去養家鄉的父老。現在的年輕人是我吃苦是要怎麼樣？得不到成果，我會有一種叫做階級墜落感。農民工沒有階級上爬的意願，我能夠吃飽就好了。可是這些有受過高等教育的這些躺平族，他有很濃厚的要階級上升的這樣的一種傾向。我那麼工作的認真，就是為了改善我的生活，然後提高我的社會這個地位。如果這些本身都已經完全落空了，我就是下流青年人嘛，都有一種階級的一種墜落感，就得我過去所有的努力都白費了，白費了啊！而且你再努力也沒有用，再努力也沒用啊！所以这就不是個單純的這個經濟問題，這是一個政治認同的問題。這種政治認同的問題，有一天如果說被某一種觸媒，某一種這個引火。導火線引爆的話，它就很可能是成為一種社會火山的爆發。難怪中國現在內部維穩的這個費用，跟它的軍費是一樣的高。對，它維穩費用非常非常高。這又造成一個非常弔詭的一個惡性循環，就是青年人躺平越多，然後這一個社會火山的這個醞釀越為激烈，它的軍隊的經費，然後它的維穩的經費相對會提升。那麼你越提升的時候，在沒有辦法改變這個社會目前這種萎靡這樣的退縮的這樣的情況的話，那你這個經費本身就變成是一個
過剩的這個經費，就是說你本來應該把維穩經費去改變那些躺平的年輕人，讓他重新站起來，是啊，社保、富保、那個醫保，還有這個各種這個就業的機會等等的。結果你現在反而把這些錢拿來壓制他們的這個這樣一種工具的時候，那就會陷入到一個螺旋的循環。這個循環本身，我認為這個叫做我們用一個專有名詞，就叫做衰敗動力啊，就是它這個機器本身不斷的產生負能量，對。然後去制造這一個不願意配合機器運轉的這一個人民，它就變成是像一個動力機器一樣，它這是負向的一個動力，就走向一種衰敗的這個結局，所以我叫做衰敗動力的結構。好，所以宋老師，你剛剛提到就是現在中國內部自己問題很多，你的年輕人這個躺平，你的這個所謂的軍隊的這個腐化，包括你這個財政的困難，包括你的人口結構從人口紅利變成人口負債，你現在要打台灣，你要面對很多的問題。剛才講包括中美之間這種所謂的軍力啦、戰爭能力的這個代差，所以你就說您現在擔心的不是中國真正的武力，它是辦什麼？我要找全域作戰。全域作戰就是我從敵人的後方我來開始瓦解，而你現在可怕的是說，你現在看到台灣正在發生這樣的現象。是的，過2天川習會就要召開嘛，很多人就會擔心或者是懷疑說，川普會不會出賣台灣？我告訴各位觀眾朋友，川普不會出賣台灣。會嗎？會出賣台灣的只有國民黨。我再講一次，川普不敢出賣台灣，對，但是國民黨本身呢，氣壯山河的要出賣台灣，出賣台灣。我認為這個，台灣現在進入到一種叫做民主的一個脆弱性的，fragility 就是所謂的脆弱性的一個情況。這個主要有幾個主軸來加以分析。第一個，我們剛剛講過，無論在硬實力和軟實力，中共要用武力來攻打台灣，已經機會非常的渺小。但是他迂回的在台灣重新開一個窗口。就是在台灣培養他的紅色代理人，這些紅色代理人講白了就是等於國民黨。所以我今天寫了一篇文章，我說鄭麗文就是台版的王滬寧。為什麼？因為王滬寧一直主張美國自己會反對自己的美國，因此美國的衰敗會從它內部的種族啦、膚色啦、還有這個文化左右兩派的這樣的一個衝擊本身，它會內爆，美國會自己本身毀於他自己的一個。內部的這個衝突，同樣的，台灣有一個複製人或者是繼承人，姓鄭他就是仿照王滬寧的，以美國反對美國，來在台灣製造，以台灣反對台灣。所以立法院在野黨的獨裁，預算的閹割，阻卻各種國安法。然後讓這個中配的入籍年限從6年改到4年，以及明目張膽的是我要零軍購，或者是3800+N這樣的一個做法本身，意思就是要從內部癱瘓台灣的國防的這個實力。對，我今天簡短的來講，國民黨不斷用一種我覺得是一種詐騙的話術，說我們買軍購叫做兵凶戰危。我們買這個軍購本身叫做挑釁中共，會引起兩岸的戰爭。我們買軍購本身是扮演美國的棋子跟美國的提款機，實際上正好相反。鄭麗文路線恰恰正好是把台灣走向被美國被放棄的一個戲子。是而且這個他反而把它裝飾成就是說是我們買軍購的話。是當被美國玩弄等等的，實際上，當你放棄自己的防衛力量的時候，美國才會放棄你。美國絕對不會放棄一個在第一島鏈當中裡面擁有強韌的自衛能力，能夠擋住這個中共來保護、承擔美國在印太區域的這個它的整體的戰略利益的國家，只有一個台灣。如果這一些優勢全部都沒有了，它具體的表現在說你軍購你不願意增加，而且被這個砍掉等等的，那你就不能夠再扮演我美國在印太地區當中裡面的一個橋頭堡或者是一個前衛這個哨兵的一個角色。請問你台灣對我美國還有什麼價值？所以國民黨這套論述就是我剛剛說我講那樣的一套論述。對，所以真正扮演把台灣變成美國的棋子的人是鄭麗文路線。
絕對不是現在目前我們的這個國防這個抗中保台的這樣一種國防的路線。所以你說，因為習近平現在，我如果單純要靠武力、靠過競爭，我要拿下台灣不可能，所以我要去瓦解台灣內部。我要瓦解台灣內部，我們知道中國是最懂得搞統一戰線，这是搞統戰，都搞這個所謂的區分你我，去所謂的這個分化的。所以他要分化幾個部分，要分化台灣內部的問題，如果分化藍綠。第二個我要分化，你的重點在哪？他現在要透過這個軍購的部分，分化台灣跟美國。因為有人提到說，現在美國對台灣這個軍購不滿意，不是只是對藍白不滿意，也對綠也會不滿意。他說你這樣的反軍購的最後的結果是拉大台灣跟美國的距離，是嗎？對，不僅是拉大，是根本就從根源上試圖去侵蝕和破壞美台之間的合作。美台之間的合作是過去是純粹賣武器嘛，現在怎麼他們也想跟台灣合作生產無人機啊？對，甚至就是說要把彈藥庫放在台灣呢来自於跟建構一個比較具有規模性的台美軍工聯合生產體系等等，這個進程本身現在國民黨要加以阻擋下來，要擋車要阻擋這樣一個趨勢所以現在我們回過頭來講說，為什麼這麼做？就是回顧我們剛剛所講的，由於中共在物理能力上面的機會窗口已經關了一半。換句話說，從渡海這個佔領等等叫地戰地面戰，現在已經改成對台灣人民的腦戰。腦戰，對，改變你的認知。讓你相信這個只要我是中國人，和平就來了不要打仗什麼都好。對我要和平，我不要戰爭等等這個腦戰這個腦戰我分析一下有2塊，一個叫數位作戰。根據最近所披露出來的，中國有一個科技公司叫中科天機它構建了一個叫 GoPro 的一個系統，這個系統把台灣人分成4類4類一個叫頑固派。前陣子我們的內政部部長的外甥不是被戒指了那一類的他把台灣分類了分類4派。另外叫友好派，頑固友好。另外搖擺派，就是台灣有中間選民嘛最後是客觀派像我們2個人都屬於客觀派對不對用 AI 來進行客製化的洗腦比如說你是這個頑固派的那麼我就不斷的給你恐嚇你台獨死路一條，你必將這個葬身無所葬身之地你必然我延禍後代子孫等等的那對於頑固派的用恐嚇對，那對於友好派呢我們就說我們兩岸都是中國人嘛，一家人嘛那個歐貴之不就是友好派的一種典型嗎？另外搖擺派那中間派他就不斷的去灌輸你，就是說你應該要和平，不要戰爭兩岸和平的話，你年輕的世代你可以不用上戰場等等另外的客觀派他的也是會客製化譬如說我常常批評我，像我這種客觀派的人講說哎呀，宋老師你這個有所不知實際上這個美國沒有你想象那麼強大那麼中國其實也不是每一個人都是韭菜也有很多截住了這個事實，或者是其他的讓你沒有注意到的這個事情他來教育我對，希望我能夠更客觀，所以就很多以美派的這個聲音就出來了對所以我跟各位講就說 AI 本身可以被中共利用來，一旦台灣內部發生一些社會的熱點，比如說最近比如說什麼醫療所有偷拍等等這種東西那麼他就會依據每一個人你在網絡上的路徑，這個叫網絡足跡，你的閱讀，你選什麼東西來閱讀，你的閱讀的偏好，還有你會不會按讚，這個叫這個贊同的這個取向等等，來怎麼樣？幾分鐘就可以生成出帶着台灣口音的，就是講台灣狗語的這樣的一種網紅，對，或者是這個所謂的這個 YouTuber 來進行怎麼樣？他用台語來配音來對你進行一種深度偽造的一種詐騙，他甚至可以複製像保健你的這麼多客製化的客製化，他甚至可以生成像保健你的這個面孔然後由你自己來用說話然後說我們台灣完蛋了我們現在這個如果要抵抗中共的話，我們自取滅亡等等的，幾分鐘就能夠做出上100萬部的
我們剛剛所講的那樣一種深度偽造的這一種滲透和統戰的影片，對，這個叫做數位作戰，第一塊，第二塊，腦戰嘛哈，神經作戰，我們根據這個腦神經科學，我們腦神經當中裡面有一個多巴胺，還有皮質醇，當你看到一些刺激性的、情緒性的言論的時候，多巴胺會分泌，讓你覺得說，哎呀，看得很刺激、很爽快，叫多巴胺啊，還有皮質醇。那麼它就是利用這一種客製化的這種影像，來誘發、來激怒，不是激怒，激發你的多巴胺的分泌。這個就是用一種我們稱之為腦神經的一種傳導的一個武器化。我再講一遍，腦神經傳導的武器化所以腦戰很可怕。現在就是說是在數位作戰的領域當中，我們每天200萬以上的駭客攻擊，200萬，基本單位然後我們在網絡空間當中裡面各種紅色的各種這個統戰的這種影片呢是多的數不清那麼利用多巴胺的規律，利用皮質醇的這個效應，來制造一種神經傳導的這種統戰，對，這就是所謂腦戰最可怕的一環。那宋老師，你覺得他現在這個已經發生效果了嗎？也就是說，剛才講我在中國那邊，像以前很少像國民黨這樣堂而皇之說，我就是要和平，我就是要砍預算。然後呢，你就要看到《美島電子報》裡面還特別提到說，有一題說，如果今天不要打仗，那我就跟中國一樣，我就跟香港、跟澳門，我跟一國兩制。在台灣就有22.4%的人，有将近400萬的人支持這樣的一個說法。那這個說法，這個結論是不是代表說，他一直在做這種所謂的腦戰、這種統戰，甚至國民黨不斷的這樣呼籲或者以美論，已經達到效果了？而且這400萬是一個會變動的數字嗎？我覺得它已經達到相當程度的效果。否則你剛剛提到就是說，會有22%嘛，22.4%，超過22%的人認為說一國兩制也可以，只要不打仗都可以，只要不打仗只要歲月靜好這個就是我常講的和平痴呆嘛。認為和平是天上掉下來的另外就是小確幸，就是我只要不打仗，我繼續過我現在這個日子，我什麼都可以接受我曾經看過一個影片，訪問台大的學生台灣大學台灣的頂尖學府，這個記者就問他，如果用一國兩制的方式來這個統一台灣，你覺得可不可以接受？他的回答是叫做沒差啦，沒差，沒差就是無所謂嘛所以不要低估我剛所講的數位統戰跟腦神經統戰、神經統戰，它已經在台灣創造了一定程度的效果。而且這樣的一個效果本身是可以由一個團體、一個系統本身是不斷去支撐這樣的一個效果。國民黨，川西圍之前好像王滬寧接見了張榮恭嘛，對，為什麼這個時候要接見他呢？聽聽你台灣有什麼意見啊？我們準備叫川普呢，從過去不支持台獨，現在改口成為反對台獨，你們有沒有什麼看法呀？諮詢一下國民黨的一些高層所以國民黨中央、國民黨的立院黨團，還有親中共的這一個紅色的媒體跟紅色的名嘴，還有個別的這個委員，還有包括地方的首長，你看這連結成一樣，這個叫在地協力車嘛。在地協力車以前是2個人前後騎嘛，現在可能是4、5個一起騎了。這個就是所謂的統一戰線然後呢，他在這個社會上不斷的散布一些非常的我們稱為假性邏輯。這假性邏輯就是說只能推一段我們講說邏輯是3段論嘛，它是推一段就好了，第2段跟第3段就不推了。第一段就是說，軍備就是兩岸兵凶戰危，好了，不想的就是說這個兵凶戰危是誰造成的，第2段就不推了。另外的話就是說是只要為什麼不要這個和平，非要戰爭不可？曾麗文不是講說，對，兩岸未必一定要終須一戰嘛，這也是一種說法。這些累積起來就變成怎麼樣？腦戰的所有的認知的改寫，可以把年輕人剛踏入社會，他可能他的政治的認知本身是一張白紙，他就從一開始就把你染紅，改變你的初始的一個認知的結構。
讓你陷入到他的一個認知陷阱當中。這個我認為，即便中共現在武力打不到台灣，但是他從內部是可以滲透台灣、瓦解台灣。那宋老師，你講到這個，就等於是，就說你之前講王滬寧當時在美國那一套，就是美國反對美國，因為美國呢有很多的內部問題，有他民主制度的問題，有種族的問題，有他的南北差距的問題。你說，因為他就利用這些矛盾，他就開始反對美國，去制造矛盾。台灣現在是鄭麗文用台灣反對台灣，你現在講的這些東西都是台灣反對台灣，用台灣的民主制度，用台灣民主制度的一些缺陷來進行所謂的滲透跟破壞的東西，這他現在正在進行當中了。對，應該這麼講，王滬寧他有去過美國，有研究過美國啊，所以他這個1989年從美國回來的時候，在1991年寫了《以美國反對美國》這本書。這本書其實呢，是在講美國內部的矛盾，種族、膚色、階級還有左右兩派這樣的一個矛盾等等。他認為，美國這麼強大的一個帝國，它唯一的一個毀滅之路來自於內部本身的矛盾，這個叫自毀等等的。那這個當然這是錯誤的觀念啊，但是錯誤沒有關係啊。台灣有他的繼承人嘛這個人是誰？我想大家都知道很清楚啊。那您說他用什麼策略嗎？我覺得3大策略。第一個呢，認知改寫。你看他的這個變數，他的這個詭辯術非常厲害。比如說這個7800億的國防預算通過的時候，他首先批評國民黨不清不楚然後這個軍備本身是把台灣當作美國的棋子、美國的提款機然後他就說，我們通過的這樣的一個法案本身是真正能夠保護台灣的國家安全。那這樣的一個說法等於我們剛講3段論嘛通常他推第1段，第2段不推了，我們把它推後面2段。第二段怎麼推呢？那就是說，既然民進黨是不清不楚的話，那我請問你，他為什麼要編這麼龐大的預算？對，這預算很清楚就3塊嘛，一個是偽制嘛。一個是長構性的一個這個軍購，另外一個系統性作戰就是所謂的 C5SIR 的那樣的一個系統，這樣很清楚3大塊它精準獵殺喲，國內自制的那個部分本身，那是這個台灣本身的軍工業的自制的一個系統，他把它砍掉。另外是跟美國購買系統作戰系統那個東西要把它砍掉獨留一個所謂的那個中間的單向式的一個軍購等等等。這個叫精準獵殺，所以第3段他怎麼推論呢？就是說，只有我國民黨支持的7800億，才是真正的怎麼樣保衛台灣。你看1段、2段、3段推到最後的時候，那個邏輯根本就不成立嘛。這個就是一種詭辯另外一個更嚴重的一件事情就是說，我們常講這種所謂的內統就是說我利用敵人的自由來結束你的自由。我再講一遍，我利用你的自由來結束你的自由，那就是什麼意思呢？用台灣的民主的機制來怎麼樣破壞台灣民主的體制。言論自由是所有的專制主義病毒最好的溫床最好的溫床。為什麼？因為你的言論自由可以保障我對你的病毒的輸入所以中共的統戰的這個手法很簡單，我不要你生病，我只要你怎麼樣，免疫力衰弱就可以了，你會自行滅亡另外還有一個我認為更加嚴重，就是說是堂而皇之，公然這個，我認為是通敵知敵，然後迎合敵人的這樣一個做法國共論壇不是馬上也要開了嗎？等等的，所以現在人民就會見怪不怪既然跟中共交流是為了和平，對，有什麼不可以呢？既然是兩邊都是中國人，既然是鄰居，大家禮尚往來有什麼不好呢？和平就是要通過談判呢，不談怎麼會有和好的這個機會等等。你看這些所謂的次級論述就慢慢會衍生出來，這個叫做認知的洗腦，或者是認知的陷阱，不斷讓台灣人陷入到那樣的一個認知的，我認為是一個陷阱和迷霧狀態之中。好，那趙老師到最後就是這個所有的戰爭集大成的。就是這一次的軍購案，這一次的軍購案真的讓人家瞠不結舌。以前在台灣絕對不敢有人這樣幹，也沒有人敢這麼堂而皇之這樣做的。
結果不但做了，你剛才講的，包括歐桂芝這些人，他們完全毫無愧色。我根本覺得馬文君還講，如果我可以決定的話，我還根本就是零。第一個，他們怎麼敢這樣做？然後這樣做，其實這件事情您非常的不以為然，你也非常憤怒。現在這個軍購案做成這個樣子，到底對？因為我覺得很多人還是不解。我至少也給了7800億啦，這件事情到底對台灣來講造成多大傷害？我覺得是，對台灣國防體制本身，抽筋換骨啊。抽筋換骨。為什麼會這麼嚴重呢？因為你想想看，面對未來台海的現代化的戰爭。比如說以烏克蘭經驗來講，它能夠撐到今天，就是它的無人機的工業。台灣有這麼好的半導體的產業群，有這麼強大的這個 AI 演算能力，然後我們的企業本身也願意配合政府等等的，為什麼要把無人機？我過去一再強調，台灣未來的一個戰略系統之一，就是一定要發展群封式或叫蜂群式的一個無人機系統。對，要把這個砍掉，所以我叫做精準獵殺嘛。不重要的7800億我給你，但是靈魂這個部分，關鍵這個部分我就把你砍掉。應該說那個一次消耗性很快打完的那東西你買，而且美國軍購我也不敢擋，我也沒有辦法能力擋，我就讓你過了。可是我有能力擋，而且那個是在台灣建構軍工產業，而且是可以長長久久不斷的所謂的研發、不斷的製造，那是台灣等於說不只是迎接第1級、第2級、第3級、第4級，其實靠的是台灣本土的這個所謂的軍工產業。我把你這個給拿掉了。這樣拿掉了以後，你就算可以擋得了第1級、第2級，你炮打完，你這些火炮打完了以後，你後面就無以為繼了。他就是把你那個無以為繼的東西搬上台面。對，因為現代戰爭的關鍵不是在於你武器的戰鬥力，而是你戰爭的持續力。對啊，所以無人機系統，所以你想想，國民黨的版本呢，其實最終是把台灣的青年送上戰場。但是這個民進黨的這個抗中保台的版本。是機器人上戰場，所以這是一點。那麼另外一點的話，就是說，在這個跟美國合作這個部分這是一種系統性的一個建構，不是說我買個炮、買一個什麼這個戰車等等的，這是一個整個美國版本的指戰作戰系統、指戰系統願意我們剛剛講 know how，願意複製或者是授權給台灣。講白了，不出幾年，台灣就具備跟美國類似的國防武力。為什麼這個要把你砍掉？叫精準的獵殺。所以我認為它是抽筋換骨，或者說是斬草除根的一個做法，非常精準的。你不要看他們，有人講說，哎呀，那個7800億怎麼算出來的？事實上是精算出來的。這個精算，他可能國民黨、民進黨自己不會算。沒有關係，對面會算，對，對岸會幫你算所以我認為我們簡單的來講，就是說，也許我們感性的來說了戰言子孫戰禍不是債哦，是戰言子孫如果你真的不希望你的兄弟跟你的小孩上戰場的話，唯一的一個辦法就是讓機器人上戰場。讓我們的指戰系統更加的現代化，更加的強化，以避免中共冒險來攻打台灣。這個才是我們國家真正的國防韌性。他現在連韌性都不要了他只要奴性，我只要討好北京。我把這些人當作是要走主力型的精英分子。他只有一個邏輯，我的利益高於國家利益，所以。我如果讓台灣處於防備最虛弱的一個狀態，最符合我跟中國的政治關係，最符合我在中國經營的工廠或者是我的資產，我要是不同意、不順從中共的這種論述的話，那我可能我的工廠、我的資產等等就會被充公或就被這個破壞等等的。我如果不聽北方中共的這樣的北京的一個指令的話，那我跟中共高層的關係就因此就會被切斷，我就沒有辦法用這種中共的那種高層的政治背書拿回來騙台灣人，拿回來怎麼樣自抬身價、自鳴得意，這個叫主力型或者主確型的精英分子。這裡面散布的範圍非常廣大，國民黨內部乃至於就是說媒體包括媒體界，甚至包括學術界，還有一般的這個企業財團等等。
都有這樣的一種阻卻性。當國家利益違背了我私人利益的時候，我想方設法的去阻卻國家的這個利益的一個增長。好，我們看到現在國民黨他們現在不斷的阻擋軍購，或者做很多的作為都是高喊和平，好像我只要高喊和平，我就可以高枕無憂，我就可以安然無慮。可是你只要放開歷史很清楚，如果你沒有自己的防衛能力，我們之前講過了迦太基的故事，我們講過波羅的海三小國的歷史，你只要放棄了鬥爭，你放棄了武裝，你願意跟對方妥協，你交付了你最重要的武器給在對方手上的時候，你最後那就是抄家滅族之災。為什麼我們現在會那麼在乎？就是台灣其實進到了一個非常好的時代，我們深具教訓，我們剛好在整個全世界 AI 的這個產業扮演一個最重要的角色。台灣很重要，因為全世界都要來保護台灣。可是現在可怕的是，當全世界都想要來保護台灣的時候，台灣有一群人，我要放棄自我的防衛。放棄自我的防衛，完全迎合中共的利益，卻讓台灣深陷不可測的危機之中。好，非常謝謝宋老師今天參與我們訪問，謝謝寶師兄，謝謝各位觀眾。非常謝謝您的留言，而您的留言我們都會來仔細的閱讀。我们非常謝謝Shina77，你說謝謝我們的製作團隊的精良內容，他小小心意，我們也感受到你的心意，我們也會努力的來製作您喜歡的一個內容。那我們也非常的感謝這個是 Bo Dream Came True Bo。然後呢，你說謝謝我的用心訪問，你謝謝洪醫師認真教學有關腎的健康這個知識。現在對於這種健康醫療是我們在網絡的部分非常認真要耕耘的一塊。我們當然希望台灣未來是一個強壯的國家，台灣未來也是一個偉大而這個健康的國家。另外，我們也感謝了這個 QB Jacky。那你說我們導正了台灣往正向的道路的無形力量，這就是我們努力的方向。因為我們相信說，走對方向，走正確的路，比什麼都還重要。那我們也非常謝謝這個 Albert 王，他說你深有同感，從大中小去觀看事情，希望能夠找到不同的產業來說說他們的成長趨勢。我們知道現在台灣的整個產業趨勢是呈現一個大爆發的狀況，現在連韓國都非常的緊張，所以未來我們也會多報道這種產業趨勢。我們希望大家共同來成長。另外就是非常謝謝林立清 D2S， 他說你現在看到了伊隆馬斯克的打不敗神話，現在台積電的50公里的強大供應鏈，我們現在也會針對這些國際趨勢，而且在整個國際變化的當中，台灣我們到底扮演什麼樣的一個角色？然後，那我們也看到了，另外就是這個 Lovely 這個您提到的，就是說感謝我們精闢的見解，把台灣的情勢詮釋得非常的清楚，這就是我們現在要努力的方向。因為台灣一直在往前走，台灣的往前走，我們要相信台灣。另外就是這個所謂的755裡面，你特別就感謝，我們也感受到您的這個對我們的肯定，我們真的非常謝謝。另外就是這個藍靜，你說謝謝我們製作優質的節目，他是一個退休人士，支持台灣。我們也希望整個台灣一起來進步。另外就是這個 Boy K， 然後呢，你說謝謝我們提供這個內容，然後您說您是政大傳院的學生，那我們也非常謝謝你喜歡我們的節目，我們也會非常努力的來感謝您對我們的一個喜愛。另外就是 Kenny KH4TC， 那你說很久沒有看到宋老師了，那就宋國成宋老師。那你当然我們在兩岸國際之間，我們也會多做這樣的一個報道，甚至就是一個 Helen Pan。然後呢，你說謝謝明老師，明老師是我們非常重要的訪問的來賓，未來他也會定期來上我們的節目。非常感謝你們這個喜歡我們也會非常認真，我們非常感謝，因為這麼多人喜歡我，對我們來講那是一種責任，那也是一種我們需要的這種所謂的使命，我們會好好的把這些工作做好。謝謝。